假装掉零钱。低头看的时候，就突然觉得，这怎么有个黑黑的东西就是跑起来？ 然后他的同伙以一个超巨慢的速度把包包拿起来，然后我就是我已经是被包围，你就可以想象有点像那种鲨鱼的那个场景，一直这样绕这样子。对，很多人出国就会觉得，那我手机不要被偷嘛，我就放一个那种很坚固的防偷挂绳。但是真的这样就够了吗？嗨，今天呢，我要拍一个非常实用的影片，就是要教大家在欧洲怎么防小偷。我今天邀请到了一个刚跟我从欧洲旅行回来的朋友，旅行经验非常的丰富。对，我就是一个人去欧洲玩了3个月，就是要一直执行防偷这件事情。对，所以我打算在这个影片分享一些实用的技巧给大家，然后帮大家整理一下，如果去欧洲玩可以注意什么。第一点呢，我们要来分享的就是不要用真的钱包，不要用真的钱包。很多的那种防偷的守则都是告诉你说，就是钱包要放在哪里或藏在哪里。可是其实现在的盲点是，你只要这个东西是长像钱包，你就很有可能会被偷走。就是你知道各种商业奇谈什么，被人家撞到一下，然后包包还没有划破的状态下的，你的钱就全部不见，然后包含钱包，最好用的是一个随意的束口袋，像这个，对，就是可以比这个小啦，可以比这个更不起眼，最好就是你知道脏脏烂烂的，里面的钱的量尽量不要超过，比如说50欧元。对，就是一张钞票，比方说你要20欧、10欧，你可以放在这种小束口袋，不会看起来像是一打开就知道这是钱包想要偷走。我还会在包包里面另外放就是一个小零钱盒，然后这种就是放一些什么1欧、2欧这种的。这个要跟就是束口袋可以分开来啦，因为这个的话就是它会一直锵锵锵会发出一些声音，它里面就只有铜板，所以其实你就放在包包里，薄薄一个，它也不会很占空间。在意大利住，到处都买得到这种小小的零钱盒。然后再来讲一下卡夹的部分，就是很多人会喜欢信用卡跟钱分开放，然后我自己也是这样，我自己是用卡夹、证件夹。然后这个的话呢，你是推荐不要直接放在包包里？我其实推荐是这个东西要很贴身，因为我觉得冬天我也只有穿一层衣服，你一定可以把它藏在里面。那包含比如说很紧的牛仔裤，因为其实它的深度只有这样子，所以以女生的口袋，甚至男生的口袋，但是男生口袋的问题是没有很紧。对，要很贴，对，要很贴，就是说它只要这样卡进去之后，它可能连这个头都不会露出来，所以不会有人真的可以抽得到它。我觉得这个要留在身上，原因是因为卡这种东西一旦被偷、被盗刷是很麻烦。对，但是如果你钱包里面就只有一个小束口袋，然后可能比如说50欧元以内，然后跟一个这种小小的零钱盒，其实你就算整个包被抢，你的损失也不会到太大。建议大家不要就是带一个长夹或一个短夹就出门。长夹是绝对会直接放弃。如果买东西，你开了包包，然后可能歹徒就会看到你的包包里面有一个大钱包，他们就会盯着你，可能就会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就会把它拿走。因为我真的非常多的朋友就是在旅行的时候长夹被偷，不是说完全你们就要照我们讲的方法做，但是这个方法还蛮实用的，这样。对，就是可以分散。没错。很多人出国就会觉得，那我手机不要被偷嘛，我就放一个那种很坚固的防偷挂绳。但是真的这样就够了吗？分享一下你上次看到那个公车，那个真的很可怕，就是在罗马市中心，然后我们在搭公车，听到了后面一群白人的女生，然后他们就在说，我手机怎么不见了？然后我转头看，就是其中一个女生，她就是那种斜挎的绳子，然后跟一个壳。他只有绳子跟壳留在他的身上，然后他的手机不见了，然后他的朋友们都很傻眼，就说我前一秒还有看到他的手机这样子，他是这样子背在身上，然后去搭一个很人潮拥挤的一个公车，所以这是绝对一定会被偷，因为其实那种壳是很松的，你只要轻轻一推，那个手机就会掉下来。对，不会不能背，可是你背了之后，你不要只是挂在那个地方。如果有穿牛仔裤的话，就是把它卡在那个牛仔裤的口袋。夏天不一定会穿这么紧身的衣服，你没有紧的口袋可以插的话，你最好在人多一点点的时候，你就要抓住它。对，冬天我觉得就是更容易可以放，你可以挂在里面的时候，然后你外面穿的是大外套，所以你就可以把它遮住。那你真的要用的时候，你就是把它撸过来，然后就直接这样用一下，然后又把它再盖回那个外套底下，其实就会好很多。你不要以为有绳子，它其实就是万无一失，绳子其实也可以被剪断。对，然后那你看它是壳还在身上吗？2019年曾经手机被偷，我是因为放在大衣的口袋，就放了几秒钟，然后就被放了3秒吧。对，然后乔个围巾，然后就不见。现在听到的故事都是什么乔围巾啦，买一杯咖啡的时间。就算你手机没有露出来，你只要那个口袋有一点点松，他们一抽就走了。对，真的是这样，很恐怖，真的很可怕。不要在人群中
就是使用 Google Map 或者是回讯息，因为很容易一抽就走，或者是很容易就被撞一下，你可能没有注意，你手机就不见了。这个真的是我大概听了有10几个人到20几个人，而且其实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是只有观光客身上会发生。对，我追踪的一个部落客，她是长期住在英国一个女生，然后她在等公车用手机，所以她其实就是在离马路就是非常近的一个距离，然后她手机就直接被抽走的，而且那个人是骑脚踏车，所以你也追不回来。对，他们会这样子，就是直接从你上面就这样抽走。对，那个速度跟力道是非常大的。所以我朋友也有建议我，如果要用手机的话，可以找一面墙或者是一个转角，那个朋友就是我。对，那个路真的是你没有 Google Map 是没有办法的。那你就是最少确保后面不会有人突然伸一只手，然后把你手机给抽走。如果这个地方人潮真的很多，你除了找一面墙之外，你可以人面对那个墙，这样的话就是比较万无一失这样子。对，我们会有一个示意图。所以正确的方式就是要面对一个墙。你刚那样也用卡在那个墙角，这样子卡在墙角内，因为这样子过去的人呢，这边有障碍物嘛，然后这边也没办法这样进来再抢走。哦，好，你的手机很重要，因为大家现在 Apple Pay 啊，所有东西都在手机里，所以一定要特别小心。身边的每一个人，最好你在旅行的时候，真的是每一个人都要把他当成就是可能会偷你东西的人，就是不认识的路人什么，或者是男女老少全部。就是比方说会问你现在几点，然后有些人可能没有手表，他们就想要开包包拿手机看几点，然后他就会趁机就是偷你东西。这个我遇到大概3、4次。还有拿那个旅游大地图过来问你，就是现在这个地方要怎么去，然后他其实下面就可以偷你东西，而且他们可能是一个集团，对，他们会请小孩在旁边偷。那时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去欧洲，哇，米兰的市中心，然后他要搭一个 express， 然后到他的机场嘛，所以大家会觉得说搭上那种车的人，正常来讲应该是游客，一上那个车就开始很安心。他从那个站到最后的底站中间，其实郊区应该会有2站，停的时候就会上来一些奇怪的人，就是那2个人上来之后，他会一直假装掉零钱在你身边，然后一个人掉零钱，然后他就引起你的注意，然后我那时候可能已经太卸下心防，所以我就低头看，然后我低头看的时候就突然觉得，这边怎么有个黑黑的东西就是跑起来 ，Oh my god！ 然后因为我的包是黑色的，所以我就立刻转头，然后他的同伙以一个超巨慢的速度把包包拿起来，然后我就是我就把包抢回来，然后他们就慢慢悠悠的就走了。因为他们就只要被发现，他们就会把东西还你。所以，但前提是你要发现。通常你从那个车要搭去米兰机场的时候，你身上一定会有很多非常贵重的东西。对，不是说要很无情或怎么样，但是就是很多人他们会表面上很需要你的帮忙或什么，但他们其实是要偷你东西的，所以真的要很小心。然后还有就是在意大利很常会遇到就是卖手环的，那他们也不是说真的会偷你钱，但是很多人会说他们就是过来跟我聊天，问我哪里来，然后就开始绑我幸运手环，然后要强制我要买。那如果你不想要被卖这个手环，你就是从一开始他跟你讲第一句话，你就不要理他，对，就是真的就是不要打，直接走掉就走掉，不要停下来，也不要回他话，就 OK 了。这里的人他们会在这边等着，然后有人踩到画，他们就会要跟你收钱，所以要特别小心。然后他们都会收可能8、90欧。然后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碰到你。我之前听到的是说，那个人也没有绑他幸运手环哦，那个人只是就拍他几下，跟他就是闲聊几下，然后他全身上下的那些电器用品加起来8万的价值不见了，好扯哦。对，他不是钱包不见，他是那一些东西加起来8万然后不见，警觉心要开到最大，尤其是要跟你讲话的人这样。对，没错。好。接下来要讲包包怎么防偷，就是背包包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旅行尽量都要背斜背包嘛，就不要背后背包。后背包除非你是真的要背电脑，没有办法，你包包一定要上锁，就是要买那种防盗背包，然后把它锁上好，就比较安心。那如果你是想要一直开开合合，就是日常的包的话，尽量还是用斜挎包，然后一定要背在前面，千万不要背在侧边或背后面，因为你很容易走一走，你没有发现就被人家打开了，超级多人，他没有感觉到任何人碰到他，但他的包包就是被打开。背前面你还是要尽可能的把那个口给捏住。对，像我的话，我背斜挎包的时候，我一定会走路的时候手会抓在拉链口。在这种人很多的地方走路呢，尽量就是手要抓着包包的拉链口，才不会被打开。很喜欢带一些类似像布袋这种东西，就是它会有这个口嘛，所以当然你如果里面没有什么太重要的东西就是算了，可是你在背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尽量把它往前拽过来，对，然后把这个口的地方尽量捏住，对，尽量捏住。如果你是很喜欢拍照，你无时无刻都可能要2只手都要拿相机什么的，就是用一个安全别针或者用一个小锁把你的包包先上锁。当然
还是很有可能会被割开。虽然现在被割开，应该我觉得他们现在不太会用割的，不太会有。是最荒唐的是包包没有被割，你然后东西还是不见。对，就是真的还没有人破解那个慢动作是怎么做出来的。对，所以你夏天真的觉得太热，那你又没有别的口袋的话，其实你会带一件薄外套，但是要有口袋的薄外套，然后那口袋最好是比较深一点，比较不容易这样整个这样掉出来的。那我其实也不会放太多东西，因为我觉得零钱不用藏，主要是大张的纸钞。藏刚刚的束口袋之外，我还会藏，比如说1张。然后放在那个外套的口袋里面，然后把外套捏一坨，对，捏一坨，然后就是塞到这种袋子里面去。因为其实捏一坨，它通常会被沉在下面，因为什么水壶啊，全部都压在那边。所以讲真的，今天如果有人手伸进去你的包包里面，第一时间他决定要偷那个东西的话，那你也只能认了。对，没有皮夹形状的物品，他就会直接放弃，而且他连关都不会帮你关回去。对。听起来有一点奇怪，但是蛮实用的，就是真的很实用，而且这些方法是反制他们的一个招数。这样，你要看起来越平凡，然后他可能就越不想要去理你。对，如果你是有旅伴一起旅行啊，你在拍照或者是你在看地图的时候，一定要找你的旅伴帮你看着包包，不是放在地上说顾包包，不是这个意思。对，那这样请10双眼睛来盯，应该也是没有用。没错。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一个就是超级容易被偷的地方，就是餐厅。餐厅真的太可怕了。对，餐厅的包包，餐厅的包包是什么？餐厅的椅子的，就是不是给你挂包包用。因为我真的遇过还蛮多人，就是比方说放在椅背。然后放在自己的屁股后面，然后你可能起身就稍微夹个菜，回去包包不见，速度非常快。对，有时候在室内哦，你觉得吃饭的人跟店员没有人是危险的，但他们的包包还是被偷，就是完全不知道谁偷的，然后也没办法，而且很多地方是没有监视器，然后也绝对是找不回来。对，包包请记得一定要放在大腿上，然后就这样子放，不要让它离开你的视线，就是千万不要放在后面。对。然后再来就是手机，如果你现在是要给人家看东西，或者是你放在你正前方，你吃点东西什么 OK， 但是呢，一定要小心，不要忘了你的手机在桌上。然后做户外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在桌上，手机千万不要放在这个位置，让人家一过去一拿就走了。然后放在这里呢也不行，因为这里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人会走进来，可能卖东西或拿地图问你路，所以手机就是收起来。对，而且那个是一跑就非常非常快的。对，我是在意大利米兰的一间就是糕饼店，它是那种高脚桌在室内，然后我就手机放桌上，然后就有一群人进来在玩耍还是什么，然后就故意撞我，他们就想要趁我就是被撞一下就把我手机拿走，有点分散你的注意力的意思。对，但是他们一撞我就抓住我的手机，所以他们就抓住我的手，然后就很尴尬。他还真的抓住你的手，然后我就看着他，就看着我。然后他们小孩吗？对，大概10岁左右了。对了。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收到包里面别人摸不到的地方。对。非常多人私讯我说，那我去欧洲旅行一定要放个腰包在身体里面嘛？就是分身体里面，又不是做手术。对，比方说衣服翻起来肚子上，然后再盖衣服啦。对，我觉得不用随时随地都要这样子用，因为腰包这个东西给你就是说要去藏重要证件、护照，然后跟就是一些钱嘛，还有卡嘛，所以这种时候通常是你在大点移动的时候，比如说你从机场，然后你要到市中心，或者是说你已经在这个城市待完了，你要去下一个城市，那你就是随身会有大包小包，这种时候你的财产是一个你最不容易照顾到的状态，所以你藏腰包就是这些东西藏好之后，你要让它很贴，你可以贴上面一点点在就是胸部跟肚脐的中间。夏天有点难，如果是比较热的情况的话，你有裤子，那我觉得裤子最好就是不要穿紧到你会勒死的那种状态，也不要太松，腹部这个地方。所以等于就是说，简单来讲就是说，你上厕所的时候，你里面还有一个腰包在，就是对，在内裤以上这样子。女生比较敏感嘛，人家只要碰到你比较就是稍微敏感一点的地方，你就会马上有警觉到。所以你藏在这么敏感的地方，你怎么可能别人碰到你不知道？你这样子藏，其实你自己要拿到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当然你额外要准备一点点的零钱，然后或者是比较少额度的纸钞，在你可以拿得到的地方，然后其他的大钞啊，全部用这样的方式去藏在算是裤子的里面。对，平常出门就不用，对，平常出门真的不用，因为你不会把全身财产带在身上。对，因为你这样每一次如果你结账，你还要拿出你的那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拿出一点点钱放在比较容易取得的位置。对，其实有时候你如果在店里面，然后你翻出你的腰包付钱，你反而会被当成目标。大点移动记得一定要。对，没错。
接下来呢，我要讲的是一个 vibe 的问题，就是很多人会问我说，要怎么样才可以看起来不要太像观光客？因为他们都会觉得观光客等于就是容易被偷的目标。然后我就想了一下，然后跟他讨论了一下，觉得说，好像是，比方说搭地铁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就是跟着人群走路要快，就是千万不要逗留。尤其是进出地铁站的时候，因为其实他们都没有什么电梯嘛，所以你的地铁站其实就是楼梯、阶梯，那个时候是最容易被偷的时候。也有可能抢匪是在外面，然后他就是趁你出来的时候，你爬得很累的时候，他可能就直接把你东西抢走。对，这其实非常有可能。对，我觉得观光客很容易呈现一个状态，就是说，这是哪一站，我在哪里，然后就一直在那边看来看去。对。可是就算你不知道，像比如说你每一次出了那个站出来的时候，你一定会要找第几号出口是离你要去的那个地方最近。对。但是因为通常那时候收讯也不好，你那时候拿手机出来就是最错误的选择。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要先出去到平面上的时候再来查，然后再来就是在过马路啊什么的，都尽量要脸就要严肃一点，然后走路快一点，就是看起来就是我知道我要去哪里，我很有方向，我要去哪里。就算你再怎么不知道，你也要装你知道。没错。然后再来就是走在路上，当然你可以欣赏就是城市的风景啊，你可以拍照什么，但是就是然后一脸就是我很确定我要去哪里的状态往前走就对了。这个真的有一点难形容啦。就比方说你现在要去一间店，你不要就是这样对，可是观光客就很容易呈现这样的状态。对，但是你就算像我也在其他城市当观光客嘛，那我就是先知道我要去哪里，然后看好之后收起来，然后就开始走，然后走的时候就是不要边走边看，千万不要。对，没错。记得还是包包要抓好。对，同时间又要抓好，所以其实旅行是一个很忙的事情。对，那这个 part 最主要就是告诉大家，通勤搭车的时候一定要速度快，然后走路的时候步调也不要太慢，然后态度要有一个你知道要有坚定。对。接下来呢是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略，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以为只有在户外会不会偷东西，很多室内其实也是很可怕的。对，商店之前就是常常跟大家说，如果你们要来佛罗伦斯，就是某一间知名快时尚品牌，它的那个电扶梯超危险，就是超级多人在电扶梯包包打开，然后包包被割开也有，就是都是在那个你知道上下楼，你要去别层楼逛衣服的时候，你就觉得都是客人嘛，没有，很多歹徒呢，他们会乔装成客人，对，就是专门进去偷窃，因为你们在逛衣服什么，就是会很不注意嘛，大概有8、9个朋友在那一间店被偷，所以就是很多那其实很多。然后或者是百货公司这种都要小心，百货公司也要小心，因为我听到另一个故事是说，就是米兰的一些那种比较高级的贵妇百货或什么，里面也有那种假贵妇带小孩，然后是派小孩去偷。天哪！然后所以那个假的贵妇在假装看衣服的时候，那个小孩都会紧盯一些，尤其华人脸孔的一些，就是观光客什么的。对，我也有朋友，他是钱包放在他的后背包的最底下然后他就在逛街这样子逛一逛，他是在室内的地方被偷，室内，结果他完全包包也没被打开，但他就是找不到他的钱包，而且他确定他钱包一定在就是包包的底部，然后就什么时候手伸进去，还把他拉链拉好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一个整体的警觉啦，因为我觉得我们长期太安全，所以其实我们不太会像，我觉得如果你在国外待一阵子，你回来之后，你反而会有一种别人只是稍微动一下，他可能要下车，你就跳起来，就是你以为那人要抢你，对，就是一开始会有点夸张这样，对，那久了之后你又恢复一种安逸的状态这样子，没错，对。像在台湾，我觉得真的很安全，你手机可以放在桌上，你去旁边点餐都不会有什么事，就是你可以放在任何地方，大家包包没有关，我就很想帮他关。有时候在意大利，我会1秒2秒忘记关拉链，我都会很怕是不是有人打开了。对，但是其实是我刚刚没有关，然后我就会很紧张，就是即便是那边附近都没有人，知道就是已经到了一种就是已经内化到那种就是变成一个机制的状态这样子。所以，可是你刚刚讲说室内要小心，然后我们知道室外也要小心嘛。我突然想到一个是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市集也要很小心。欧洲各地都很多市集，然后比如说法国巴黎的北部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市集嘛，然后那个市集就是很多人会去那边所谓的淘宝什么之类的，虽然说它这近几年价格也涨得很凶。我听到的是说，他进去之后的越后面，因为它越后面的意思是越往巴黎的北端，北端的意思就是说越靠近，比如说圣丹尼那种很危险的地方，对。然后他在那边去可能找一些物件啊或什么的时候，他发现周遭的人都没有真的在逛街，周遭的人全部都提空的袋子，他们在装逛街，哇！然后他完全被包围，好恐怖！他直接被包围。
所以他当下那个人已经那个头脑里面已经是一个跑马灯，他觉得他是不是下一秒就会被抢。后来他有成功的全身而退啦，赶快往南边走，赶快走，就是不管那些人怎么挡他，怎么样子去，他就是硬撞也要把他撞开。哇！可是那些人他已经是被包围，你就可以想象有点像那种鲨鱼的那个场景，好一直这样恐怖绕这样子。对，偷算是防得了，被抢就很难说，因为被抢有时候对方如果够暴力，或者是甚至对方是一个集团的话，安全还是很重要啊。对，然后还是就是尽量在旅行的时候不要太晚一个人在外面游荡，真的蛮危险。而且太晚的定义其实就是天黑啊。对，天黑之后，天黑之后太晚哦。对对。教大家一招，去精品店买东西，其实除非你非常需要纸袋。不是，因为纸袋也不重要，你可以自己带一个随便的很看起来廉价的袋子，或者是甚至一个布袋，把你买的东西装在那个里面。对，我真的想说，对，这个很重要。对，这个超级重要。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有在帮忙做代购，然后他就会去精品店的时候会带一个 IKEA 的袋子，他是拎着那个精品的东西走出来之后，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换成 IKEA 的袋子，然后再回家，那 IKEA 袋子上面盖一些不重要的衣服。对，然后那个精品袋子就收好，他没有把它丢掉，他把它收好在 IKEA 袋，所以他这样子比较不会被盯上。他不在店里面做，主要是很多小偷会在精品店附近徘徊。也是。你只要从精品店出来，他们可能就会觉得你有买东西，所以如果你背着一个大袋子，他们还是会起疑。搞不好另一个招数是你把东西换进去。你一开始带的是布袋，然后里面的东西可能够小，你刚买的这个包，你就把这一坨全部放进去，可以，然后看起来像是本来自己就背着带，可以。对，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对，天哪，我们不知不觉就讲了很多，就是真实有发生，然后我们自己可能身边的一些人，然后或者是自己亲身遇到的，对，我们自己遇到的都目前还算没有很可怕。对，很高兴大家愿意就是听我们分享欧洲的防偷技巧，那希望大家到欧洲旅行的时候都能全身而退，然后玩得开心。对，就不希望大家因为被偷，然后损失东西，又没有留下好的回忆。出发前可以再想一下要怎么准备自己的旅行装备。很多人会非常紧张，就是会一直说紧张到把钱放在鞋子里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对，就也不用那么紧张啦。对，没有，我有遇过我朋友就是把钱放在内衣里面的，然后就很不舒服。但是他自己拿不到啊，而且放内衣超危险的地方是你有可能乱动一下，它掉出来，然后就真的掉了。对，一定要谨慎，就是只要有人跟你讲话，或者是有人要靠近你，都要有一个防范之心，我觉得就 OK 了。对，很多时候就是1-2秒之间。对，像我之前被偷手机就是1-2秒，就我原本每一天都会背包包，就那一天我想说只是去家里附近拿个东西，走路大概2-3分钟就到了，所以我就是这样拿着手机，然后我只是因为要乔围巾，我才放在口袋里。对，所以乔围巾真的是一个很不值得的事情。围巾就算掉了也才多少钱，但手机掉了就很多钱。而且他们很多都会偷了你的东西，马上就传给下一个人。对，所以你绝对抓不到。你虽然抓到第一个人没有用。对，好吧，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希望你们喜欢。那喜欢的话，记得要再帮我按个赞，然后按一下订阅，开启小铃铛，再帮我分享给朋友。有任何想法都可以留言给我。好，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喽，拜拜，拜拜。